真背后打了胜仗，活着回来了，可他的下半身也彻底坏了。老规矩，侯门3代单传，若无子嗣，绝就要被朝廷收回去。侯府上下急得跟热锅蚂蚁，到处打听怀着身孕的女子，想找人顶替。7拐8弯找到了我，一个被姑母赶出家人、走投无路的孤女。你叫沈舒婉？是。肚子几个月了？快6个月了。嫁进来，把孩子生下来，记在侯爷名下，事成之后白银1000磅，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丫头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，你身上这孩子出了这道门，还能去哪里？我应了，我没得选，就为了让肚子里这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这位便是新进门的夫人。正是，老夫人金服了，好生伺候着。1笔银子，一个孩子，换一条活路，这就是我的交易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这是安胎药，1天3回，1回都不能漏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出这个院子吗？夫人，老夫人吩咐了，您身子重，哪儿也不许去。金笼子里的花梅，等着生下那个能保住侯府的孩子。哟，嫂嫂这肚子真是争气啊，也不知道里头怀的是个什么金疙瘩，竟让我们侯府上下都得供着你。你是不是哑巴了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请回吧，我累了要歇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赶我走？送客。裴薇小姐，请回吧。你给我等着！夫人，您何必去惹他？我只是不想让肚子里这孩子从胎里就听一肚子脏话。用力，再用力，看见头了！一定要是男孩，侯府的脸面全看这一天了。生了！恭喜老夫人是个小少爷！夫人，您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。又是一个，还是小少爷。夫人，您再用一次力，里头还有。是个小姑娘，3个，整3个。快抱给我看看。这怎么会？怎么了？我的孩子怎么了？让这3个孩子的眉眼为何会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？沈舒婉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侯爷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这3个孩子的长相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带着我的孩子嫁进侯府有什么目的？我
没有什么目的，我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若知道他是你的孩子，我宁愿死在外面，也绝不踏进侯府。那你告诉我，4个月前京郊乱葬岗旁那座破庙，那个雨夜，你在哪里？4个月前，京郊破庙，那个雨夜。那天我被姑母推给了寨主，顺着大雨逃了出来。我遇到了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我照顾了他一夜。是你，那个人竟然就是你！是你，真的是你！玄儿怎么样了？那3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玄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这3个孩子就是我的亲骨肉。真的？玄儿，你没骗我？千真万确。至于他们如何来的，你们不必多问。你们只需知道，从今日起，沈舒婉便是名正田律的侯夫人。她生的便是我裴木的嫡子嫡女，谁敢对她不敬，休怪我不念亲情。太好了，列祖列宗保佑啊！他承认了孩子，也给了我名分。可这一切，只因这3个孩子是裴家血脉。从今天起，把夫人院子的下人全换掉，找机灵可靠的好生伺候。再敢嚼小根的，乱棍打死扔出府去。属下明白。去查4个月前那晚是谁设的符。侯爷是说，能弄到坟情的人，绝不简单。这个仇，我迟早要报。沈舒婉，你救了我，也给了我3个孩子。从今往后，我护你们娘4个周全。老奴姓周，见过夫人。侯爷吩咐，夫人起居皆由老奴负责。有劳周嬷嬷了。夫人但有吩咐，万死不辞。既是伺候，也是监视。这是侯爷特意吩咐御膳房准备的，夫人趁热用些。从粗食到饯堂，从见不得光到侯府女主人，这份尊荣都源于身边3个婴儿。娘亲一定护你们周全。夫人，老夫人来了。舒婉啊，身子可好些了？多谢母亲关心，儿媳好多了。这小鼻子小眼睛，简直跟玄儿小时候一个模子刻的，像，太像了。咱们裴家几代都没出过姑娘，这丫头是上天送来的福气。舒婉，以前是我们侯府对你不好，如今你为裴家立下天大的功劳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明正的女主人。是，儿媳记下了。
他不是在为我高兴，他是在为侯府的爵位保住了而高兴。3个孩子可有名字了？还没。我自幼在北疆长大，见惯烽火狼烟，平生所愿不过国泰民安4字。大的叫程毅，二的叫程曦，这小丫头便叫念宁吧。程毅、程纪、念宁，好，就叫这3个名字。这几日府里可好？周嬷嬷把一切都打点好了。周嬷嬷是我母亲的陪嫁，最可靠。但府里眼线复杂，记住，这侯府里豺狼环伺，以后你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谢谢你生下他们。夫人，裴薇小姐来了。嫂嫂如今可真是好大的架子，看眼小侄儿还要在外面等半天。夫人正给小小姐喂奶，不便见客，还请小姐回去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我！别以为她生了3个孩子就能横着走，她爬出来的到底是不是我表哥的种，还两说呢。周嬷嬷，让她闭嘴。裴薇小姐管不住嘴，老奴只好替侯爷管教管教了。你们敢！放开我！沈书安，你敢动我！现在我是侯夫人，程苑、程曦、念你是侯府嫡子嫡女，你当众质疑侯府血脉是何居心？是想说侯爷无能，还是诅咒裴家断后？我没有。你刚才的话，全府下人都听见了。掌嘴，直到他知道什么话不该说为止。想要活下去，光靠忍耐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比他们更狠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众误疑侯府血脉！祖母，我没有，是沈书婉她欺人太甚。住口！那是你嫂嫂，是侯府的女主人。从今日起，你在院子里好好反省，没我允许，不得踏出院门半步。祖母，来人，送裴薇小姐回去。这丫头再不收敛，早晚惹出大祸。夫人，老夫人要为3位小种子办满月宴，已经开始张罗了。满月宴，侯爷一胎3宝，天大的喜事，老夫人要大办，邀京中诰命夫人都来。这么大张旗鼓，会不会？夫人放心，侯爷都安排妥当了，倒是有护卫守着，不会有事的。侯夫人好福气啊！一胎3宝，这可是百年难遇。3位小主子都俊俏，尤其这小姑娘，将来定是美人胚子。老夫为夫人和3位小主子请个平安脉。夫人和小主子身体康健，并无大碍。多谢程太医。气度无骄，侯爷那边啊，老夫这就去。奇毒无解，他们说的是裴木吗？
那场刺杀，那场奇毒，远没有结束，危险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为了这3个孩子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看好孩子们，我去找侯爷。这么晚了，有事？这玉佩一直在我这里，破庙那夜你走了，只留下了它。对不起。我不想听对不起，我只想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身上的伤真是战伤吗？程太医说的奇毒无解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是。4个月前，我奉皇命去西山查贪腐案，回京途中遭遇伏击，招招致命。我杀出重围，却身中奇毒，那毒名焚情，中毒者欲火焚身，神志不清。那你怎么撑下来的？我点了自己的穴道，强行压制，逃到破庙，却终是没能撑住。后来遇到了你，是你救了我一命。那你废了的腿，也是因为那毒，余毒侵入经脉，导致双腿暂时无法所中，对外宣干战伤，只为麻痹敌人。是谁要杀你？对方手脚很干净，暂时没查到，但能动用焚情，能在回京路上设伏，对方势力绝不简单。他们以为我是废人，这便是我的机会。从今往后，你和孩子是我唯一的弱点，我的敌人很快会盯上你们，待在我身边会很危险。从孩子出生那刻，我们的命就跟你绑在一起，无论刀山火海还是龙潭火渊，我们都会陪你一起闯。从今往后，我护你们娘4个周全。夫人，这是这月的账簿，请您过目。这比采购价格高了1倍。夫人眼力真毒，这是王姓采购的把戏，他背后有人撑腰。直接撤了，采购重新换人，从侯爷的心腹里选。夫人做得好，府里眼线众多，必须把自己人铺好。夫人，苏氏这些天在打听您的情况。苏氏，2房的苏氏。正是，他打听您院里有几个人，还打听过程太医来的规律。苏氏在侦查，他要做什么？周嬷嬷，最近谁给孩子们送过礼？确实有，二夫人前些日子送过。什么礼？3把长命锁，纯金打造，说是护国寺求来的，给小主子保平安。那3把锁现在在哪儿？二夫人苏氏送的，我怀疑这3把锁不是真的礼物。这上面有毒！应见愁，什么毒？这是焚情的紫毒，无色无味，专爱害3岁以下的婴崽，长期佩戴，毒素会从皮肤渗入，发作时与风寒无异，御医院也难察觉。苏氏背后是谁？二夫人与一个自称宫里的管事频繁接触，那管事脸圆身材，操着栾城口音。宫里的人？透查苏氏和那管事的所有往来，苏氏背后还有没有别的人？属下这就去查。二夫人院里有一个镇国公府派进来的眼线。镇国公府，
查出来了吗？查出来了，那管事是舒贵妃身边的人，代号清盘。舒贵妃，三皇子的生母。不仅是舒贵妃，还有皇后，两人暗中出了手。苏氏供了，亲朋给他500两，交了说辞，让他满月宴前登门发难，制造喧闹，趁着混乱，把那3把锁换进来。如果我没有察觉到，你察觉到了。沈书文，你今日救了3个孩子，也救了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我的孙儿孙女下毒！老夫人，我是被逼的，那个管事给了我银子。闭嘴！我的孙儿啊，你反应快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来人，把二夫人禁足院里，没有你爷爷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探视。是。这个二老爷娶了这么个毒妇进来，他的爵位我也该考虑考虑了。侯爷，都查清楚了，那清平管事是舒贵妃的心腹，而指使他的是大皇子萧景业。大皇子是，皇后也出过手，但皇后不知这是谋害小主子的计划。这么说来，西山那一场刺杀，西山伏击确实没有三皇子的手里，北疆缴获的走私失信里都是大皇子的私业，暗中交易的路线全指向镇国公府。好一个兄长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。老夫查阅无数古籍，终于找到了线索。什么线索？焚情之毒并非无解，那毒至阳至烈，需至阴至柔之物中和。夫人当日在破庙救侯爷，也沾染了毒素，却不仅没中毒，反而安然无恙。这是为什么？老夫细查了脉象，发现夫人的血液很特殊。100年前有一奇女子，天生体质纯阴，血液可解百毒，被称为忘忧饮。你是说，夫人当日以自身为定，将母毒子毒溶于一炉，血液早已脱胎换骨，成了那传说中的忘忧饮。那侯爷体内的余毒，以夫人的血为药引，配合金针渡血，100日之内，余毒便可彻底根除。不行，侯爷，我不能用他的命去换我的腿。只有你真正站起来，握住边将军，我们和孩子才能真正高枕无忧。更何况，能成为你的解药，我甘之已矣。好，但有3个条件：取血必须有我亲自在场，他稍有不适立刻停止。若他有个万一，我上穷碧落下黄泉也绝不独活。是。侯爷，准备好了。我没事。今日就到这里，
明日减半。可是侯爷，这样进度会慢很多。我说减半。你的腿……毒虽汗出，腿已经好了些，但白日里还得继续装。喝了。夫人，您的脸色越来越差了，要不要跟侯爷说说，暂停几日？不用，还有20日就能彻底解毒，只要他们平平安安，我吃点苦不算什么。夫人，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府里人都看出来了，侯爷对您不一样。以前侯爷从不让人靠近3步之内，可自从您进府后，您对侯爷好，侯爷也会对您好的。侯爷，3日后宫里会下旨，让您带3位小主子进宫参加百日宴。来了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开始布局了，他在宫里的眼线都动起来了。他们想在宫里动手。大皇子收买了几个戏班子的戏子，百日宴那天会进宫表演。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周震那边准备的如何？周将军已秘密调300千兵进京，扮作杂役脚夫，随时待命。很好。告诉周震，百日宴那天，该是我这头病虎亮爪子的时候了。3日后，宫里下旨让我们带孩子进宫。百日宴在宫里？这是鸿门宴，大皇子要在宫里对孩子们不利。那我们非去不可。这是圣旨，拒绝不得。这是百草丹，能解百毒，缝在3个孩子的贴身医术里。这是见血封喉的毒针，碎了西域奇毒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。你放心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护住3个孩子。沈书婉，也要护住你自己。夫人，您的脸色……我没事。走吧。恭喜侯爷一胎得3麟，3位小主子俊俏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诸位过誉了。裴侯为国操劳落下腿拳，本宫每每想起都心痛不已。今日3位小主子周岁，本宫无论如何都来沾沾小戏。殿下客气了，臣不敢当。好一副君子相得的假面。皇上驾到！平身，裴青，这便是你的孩儿。回皇上，正是犬子犬女。抱上来给朕瞧瞧。像，真是像啊！真是几个有福气的孩子，尤其这小姑娘水灵得很。赏！
每人1块麒麟玉佩。是。侯爷一胎得3麟，天大的喜事，本宫特来敬你们一杯。多谢贵妃娘娘。哎呀，这小姑娘可真招人疼。娘娘恕罪，3个孩子偶感风寒，太玉祖不宜见风，免得过了病气。是本宫疏忽了，孩子的身子要紧。侯夫人，这是皇后娘娘为小主子备的百服羹，最是滋补。又来一计，替我多谢皇后娘娘的美意。孩子肠胃弱，这份福气由我带领了。瞧这孩子，本宫赏你的，你喝了也一样。内子产后体弱，今日生下了惊吓有些不对，臣想带她和孩子先行告退。准了，再传太医去侯府为侯夫人诊治。夫人。沈书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谁给你的权利用自己的命去赌？百草丹，我吃了。毒性暂时压制住了，但余毒未清。回府后立刻让程太医施针排毒。刚才你的腿，你看错了。他的腿已经好了。快，把夫人放在床上。是贺振红和千余2种毒混在一起，能解吗？幸好夫人服下百草丹及时压制，否则老夫这就施针，将余毒逼出来。忍一忍，很快就好。好了，毒已经逼出来了，夫人需要好生静养几日。有劳程太医了。睡吧，我守着你。侯爷的腿好了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怎么？裴青，你的腿……回皇上，臣的腿确实曾经废了，多亏内子相救，余毒已清，如今康复了。臣本想圈谕后再禀明，奈何昨日宫中发生变故，不得不提前暴露。哦，什么变故？这是蛮族王庭缴获的走私书信，这是镇国公府2掌管买凶叫嚣的口案，这是裴府内监递出去的密信，这是药童的画押，这是百日宴死士怀里搜出的调令，上面盖着大皇子的私印。你胡说，那是有人陷害本宫。殿下，欺君的人是谁？证据确凿。臣请皇上明察。
夫人该用药了。侯爷呢？侯爷还在朝堂上，沈侍卫传回消息，说证据都呈上去了。夫人，圣旨下了。什么圣旨？大皇子谋刺重臣，构陷手足，私通走私禁药，削爵除名，终生圈禁于宗人府。镇国公府抄没家产，男丁流放，永不叙用。侯爷呢？侯爷无恙，皇上虽震怒，但证据在手，皇上也无可奈何。裴薇小姐除名出族，撒去家庙修行，此生不得再爬进侯府一步。我知道了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沈院都告诉我了。大皇子倒了，三皇子早就废了，朝堂上的威胁暂时解除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察觉长明竹锦有毒，挡了那碗毒汤。我们是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。你爹留下的药材铺子，我已让人从你姑母那里要回来了。真的？地契和账目都在这里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本就该还给你。谢谢你。不必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裴墨，我们真的赢了吗？大皇子倒了，三皇子倒了，但龙椅上那一位，从头到尾，皇上都是最大的赢家。三位小主子越长越俊了。是啊，他们长得真快。大皇子倒了，姑母和赵德富也倒了，可真正的对手才刚在龙椅上睁开眼睛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封裴念宁为安宁郡主，即日入宫，由太后教养。念宁才1岁，1岁的孩子进宫教养，这是要他的命，还是要我们全家的命？母亲，先回房歇着，这事我来办。可是，母亲，他终于出手了。皇上要的不是念宁，那他要什么？他要看我肯不肯给。虎符还在我手里，北疆30万军指认裴子启，2个皇子倒了，再没人能牵制我，他睡不着。念宁是个由头，我不给他就有发难的借口，我给了，孩子进宫就是筹码。那就2样都给。什么意思？给他第3样。你知道虎符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兵权是危险的枷锁，也是护身琴。这权力攥在手里，他永远不会放过我们。交出去，我们就是任人逮把的捆子。所以不能白交，得换个够分量的价钱。什么价钱？丹书铁券，裴家永不掌兵，也永不加罪，再加上撤了念宁入宫的旨谕。你想好了？想了3天了。好，这个价钱我明日去谈。不，你去谈虎符，价钱我来谈。你3此虎符做足生态，等他收了符还不撤旨，我再进宫才有牌打。沈书文，你又要拿自己去赌？不是赌，是生意。你信我吗？信。臣旧伤出狱，不堪军旅，请辞北疆兵权，缴还虎符。侯爷疯了，主动交兵权。裴青伤才好，
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朕不准。臣心意已决，请皇上成全。退朝在议。臣打了15年仗，身上27处伤。臣有3个孩子，臣想看着他们长大。好，好，裴青一片赤诚。朕若再推辞，倒显得朕疑心臣子了。北疆军务交周震署理，裴青家太子太保贤在京荣养。谢皇上隆恩。念宁那孩子太后喜欢的紧，入宫的日子，钦天局挑在2月初2。是。护符交了，旨意没撤，该你了，舒婉。旨意没撤。没有，护符他顺手收了，念宁的事提都没提撤。意料之中，兵权是顺手收的，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他真正要的东西还在后头。侯爷，夫人，出事了。说，宫里来了一顶小轿，把程太医接走了，说是太后奉替为良。太后身子一向硬了，什么时候需要程太医了？属下也觉得蹊跷，已经派人盯着了。程太医这一走，他要从程太医嘴里撬东西。忘忧引。侯爷，查到了，属下从太医院内当房抄出来1页，陈冲19年，千机余毒入骨，药石递减，至多3年。皇上中了毒。19年前，先太子谋逆，失败自尽，宫里传过，说他临死前请当今喝了一杯酒，那时候没人信，现在信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去年药童的口供当日就抄到了大内，忘忧引3个字，皇上看过。我明白了，他召程太医是问药，留着念宁的旨意是拿捏，收虎符是清账。他要的从头到尾只有一样，我的血。不行，我还没说要去。你眼睛里写着要去。裴墨，你坐下，听我算一笔账。那我站着说，他还有3年。3年里，要么拿到药，要么拿不到。拿不到又怎样？拿不到，他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一个功高种主、腿好了还年轻的裴墨。就算你交了虎枝，周震是谁的人，他心里没数吗？你猜他动手不动手？拿到了呢，他多活10年20年，这些年里，我们就是他的药罐子，他反倒一根手指都不敢磕。药可以给，但价钱得我亲自去谈。上一回你替孩子喝毒药，这一回你要走进宫里给皇帝当药引。沈舒婉，你把自己当什么？我把自己当这个家里说话最管用的人。你放心，忘忧引是活血，离了活人身子，出血3克便废。程太医比谁都清楚，所以我进宫比你上金銮殿还安全。我陪你到宫门口，一步都不会离。好。侯夫人的来意，朕猜得着。臣妾也猜得着皇上的病。好，都是聪明人，那就不必绕了。程太医3天前跪在这儿，一个字不肯说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。程太医中的是裴家，臣妾今日来，是替裴家跟皇上做庄生意。讲。臣妾的血可以入药，每周进宫1次，以1年为期。程太医亲手施针，分毫不藏私。价钱3样：第一，撤了念宁入宫教养的誓言，孩子太小，太后凤体也需尽享。第二，丹书铁券，裴氏子孙永不长兵，
也永不加罪。北将军教周老将军，教谁都行。第三，这桩生意天知地知，您知我知，经手过的人，请皇上自己料理干净。你就不怕朕翻脸？朕把你锁起来，天天取血，一文钱不花。皇上可以试试。忘忧饮食疏脉，人若受惊受杂，淤结于心，药效就废了。程太医的医案第7志写得明白，皇上锁得住臣妇的人，锁不住臣妇的心气。再者，臣妇今日进宫之前喝了一味药，3个时辰出不了这道宫门，血脉自绝。好一个沈书婉！裴母娶了你，是他这辈子打的最大的一场胜仗。铁券3日之内送到侯府，念宁的生日今晚就撤。条款你自己填。这一局我赢了。回家。往后这种门，我陪你一起进。好。皇上口谕：安宁郡主年幼体弱，入宫教养暂且隔齿，着侯夫人在府中教养。好，好。念宁不用走了。好了，夫人今日的量够了。程太医的手艺比太医院那帮废物强得多。皇上密善。沈氏，今日的气色倒比上回好些。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妇在府中调养躲道。你那侯爷怕是恨不得把朕生吞了，每回你进宫，他就在宫门外杵着。侯爷只是担心臣妇的身子。担心你的身子，怕是担心朕把你留下不放吧？行了，去吧，下院再来。怎么了？这药里多了一味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香，量很轻，混在参味里，寻常人闻不出来。这药皇上喝了无碍，可这方子落在有心人手里改一改，就是臣妇谋害圣宗的铁证。程太医，皇上，这药绝非臣所配，臣的方子里没有麝香。那是谁动了手脚？药材是上药局今早送来的。来人，上药局今日经手此药的人一个不留，查到底，连夜回话。是。你这鼻子倒是比朕养的那条烈酒还灵。臣妇天生对气味敏感，不敢居宫。你救了朕一命，也救了你自己一命。所以臣妇斗胆提一个请求。说。
往后煎药的炉子就设在这暖阁里，药材由陈父和程太医亲手过目，不经上药局。准了。今日的药重新煎。沈氏，朕问你一句闲话。皇上请讲。你恨不恨朕？恨过。现在呢？现在臣服看着皇上喝药，就想着孩子还小，天下不能乱。皇上多坐1年龙椅，臣服就多睡1年安稳觉。满朝文武，就你敢跟朕说实话？朕那2个儿子，若有你一半明白，也不至于走到那一步。有些话接了是罪，不接是禁。侯爷、夫人，宫里传出消息，皇上要立储了。立谁？中宫嫡出的7皇子，年方9岁。9岁的孩子需要人辅佐。还有一事，诏书里另有一行，命太子太保裴穆兼领东宫讲武。不给兵，给名分。给的是往后20年的君臣情分。他这是在还债。还什么债？还我那1年的谢债。不是还债，是买保险。他要让新君从小认我这个老师，闭眼之后，裴家依旧有人罩着。爹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呢？天。这个还有这个。地。一个一个问，急什么？二少爷，小心！这孩子跟侯爷小时候一个脾气。念宁，你看得懂吗？懂。那你跟娘说说，上面写的什么？钱。这丫头才3岁就认得钱了，将来可了不得。随她去，爱看就看。谁能想到啊，3年前那会儿，现在好了，都好了。舒婉，这个家多亏了你，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。前日进宫讲武，皇上留我下了一盘棋。谁赢了？我输了半子，我是故意输的。他也知道我是故意输的。落完最后一子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裴青，朕这条命是你夫人给的，往后这棋盘上，给你们帮裴家留一个永远的火眼。”裴穆，这盘棋咱们不算赢。可咱们一家5口都活成了棋盘外的人。